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杨洋、金晨的仙侠情缘为何引来百万预约？最近有部仙侠剧彻底杀疯了。杨洋顶着黑黝黝的脸在地里啃土豆，金晨素衣马尾单挑妖兽的画面让全网直呼活久见。这部斥资3.2亿的《凡人修仙传》改编自顶流 IP。正以凡人流叙事掀起热议。当杨洋褪去端王光环化身，灰头土脸的草根修士，金晨则以素麻长袍演绎杀伐果断的元婴老祖。这场真实感修仙实验剑指仙侠剧同质化僵局，将观众从腻歪的神仙恋爱剧中狠狠拽出。穷小子逆袭，没有开挂的修真版社畜生存。男主韩立简直是仙侠剧的一股泥石流，这个天生资质差的农村娃，没有爹娘留的神器，也没有师尊开小灶，全靠自己在修真界摸爬滚打。在门派夺权时，他不用花里胡哨的法术，直接抄起匕首跟人硬刚。为了活命，他能在满是妖兽的禁地装死3天3夜。当别的男主还在和仙子你侬我侬时，韩立正蹲在山旮旯里用小绿瓶种药材换钱，弹幕都在刷，这简直是打工人的修真代餐。金晨演的南宫婉更是打破常规，别的仙侠女主都带着几斤重的珠钗，她却一根木簪走天下，一剑下去，妖兽直接灰飞烟灭。当她为韩立挡剑时，不说煽情话，只撂下句你欠我3条命。这种江湖气的感情线反而让人疯狂上头。明星自毁形象，杨洋晒黑金晨吊威亚12小时。杨洋这次真的拼了，为了演好农村小子，他主动晒黑皮肤，还设计出啃生土豆的名场面。在被反派夺舍的戏份里，他通过手指颤抖、眼神变化，把角色从害怕到爆发的过程演得入木3分。武术指导都说，杨洋要求每场打戏都要有逃命的真实感，结果真的挂彩了。金晨为了演好南宫婉的打戏，提前3个月天天吊威亚，有场戏他在空中吊着拍了12小时，最后直接累瘫在片场。当剧组放出他徒手攀岩躲妖兽的花絮时，网友彻底服了，这才是真飒爽，不需要靠衣服露肉。剧组疯了，把仙界搬到贵州溶洞拍。这部剧的制作组简直是强迫症晚期。为了还原小说里的血色禁地，他们真的跑到贵州溶洞搭实景，还用《流浪地球》的特效技术做出会流动的忘忧真语。韩立的粗布衣服都是按古代工艺做的，连补丁针脚都要历史顾问审核。最绝的是34集只讲3个高潮故事，完全不拖剧情，连老戏骨金世杰都靠一个眼神贡献了年度惊悚名场面。这种真实感让观众疯狂买单。截至2025年2月，《凡人修仙传》剧集在微博和优酷的预约量分别为129.5万和79.3万12。此外，该剧集被调整到了新片预约的首位，并且有消息称其暂定于3月初首播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42%的预约观众居然是男生，直接打破仙侠剧女生专属的魔咒。和博物馆联名的配件卖爆2.3万把，连修仙术语词典都出了多国版本，看样子要冲出亚洲了。《凡人修仙传》的爆火，其实是观众用脚投票的结果。当别的仙侠剧还在拍3生3世的虐恋时，这部剧直接撕开修真界的残酷真相，没有天生的英雄，只有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普通人。就像韩立说的，我本凡人，却要逆天而行，这种从泥里爬出来的故事，反而让每个在生活里奋斗的人找到了共鸣。现在网友都在催更，求别加感情戏，多来点打戏。看来这场凡人逆袭的修真狂想，真的要改变整个仙侠剧的玩法了。毕竟谁不想在剧里看到那个曾经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自己？
最终也能闯出一片天呢？